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叔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可以说是近几年外网中文圈的一位顶流。提到顶流，我们通常会想到很多偶像艺人，我们称之为 idol。但这位顶流虽然时常掀起话题风波，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小鲜肉。他没有精致的容颜，也没有漫画级的长腿，甚至衣着品味可以用邋遢来形容。但他却是海外中文世界这2年涨粉最快、人气最高、话题讨论度无人能够出其左右的一位老腊肉。他就是如今旅居日本，经常与华语时政圈各大门派发生缠斗、械斗，不知输赢，但永远在独孤求败的王志安先生。说到王局啊，我一直不敢提这个人的名字，因为每一个讨论王局的人都会被王局和他的粉丝扣上蹭热度的这顶帽子。那么王先生和他的粉丝受众群为什么如此在乎热度这2个字呢？是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数据神话吗？我感觉没有那么的夸张。因为你单纯用流量来衡量一个人的成与败，那我认为海外所有的博主，各大品类的博主，全部的流量加在一起，可能都不如抖音某一个网红的流量高。如果粉丝多、流量高，就代表着某种正义，代表着一种存在即合理。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呢？因为没有人比中国共产党所治下的那个社会环境粉丝流量更高。数据结果、金钱收获，就是人们信仰唯一的支撑力。这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王志安先生已经在2年的时间超越了海外所有自媒体10年的成就。那这个成就是什么呢？这个成就就是他涨粉的速度比较快。那么说到比较快这3个字，志安老师能称之为华语时政圈涨粉第1人吗？依照我有限的记忆，我认为他应该算是第2人。我不知道志安老师的受众群到底是最近才开始翻墙的，还是已经翻墙了很多年。如果您翻墙了很多年，我给您提一位旧人，他叫郭文贵。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在6、7年前，每一次郭文贵的爆料视频基本上传播量都是以亿为计算单位的。郭文贵先生到底是一个积极勇敢的反共斗士，还是一个满嘴谎言的混世魔王？这个我们暂不评价。我迄今依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历史。但仅从流量数据和吵架的战斗力上来看，郭文贵先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于说是否后无来者，这个我不敢断定，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天马云先生也润到海外来，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那可能还真的就是后有来者。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想提醒很多人，即便是曾经这样只手遮天、呼风唤雨的大佬级人物，随随便便一个视频就是1、2亿的播放量，吵架吵到中共许多重要的领导人都要跑到美国来亲自跟他和谈。然后呢，不管他当年有多么的叱咤风云，他也和所有曾经红过的人一样，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面，什么都没有留下。说到志安老师的王局拍案，我必须客观的，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不爽的说一句，我是王志安先生王局拍案这一档网络节目的忠实观众。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黑王剧的人、反王剧的人就会有一个本能的理解：你天天看王剧的节目，你是不是被王剧洗脑了？王剧的思想是有毒的，你不能天天看。我觉得这些人也太过于神经质了。不管王剧输出的思想究竟属性为何物，但是请相信每一个观众都有他的理智。任何人跟你说的话，你没有必要全盘接受。你吸收你认为对的知识，那些你不认同的东西，我相信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是可以自动过滤或者是求同存异的。还有一个关键的点，请心平气和地看待王局的受众。王局的受众里有很多人并不打算去做一个政治勇士或者是民主斗士，他们仅仅是有一些自我关注的话题，内心没有语言总结。恰逢王局口若悬河，才高八斗，表达能力十分的强悍。那么这个有趣的王局，他可以把很多无趣的社会事件说得津津有味儿，让原本很多并不关心这类议题的普通网民产生极大的兴趣。本质上这也带有极强的网络娱乐属性。所以看待王局，你可以有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他是一个意见领袖；二，他也是一个娱乐大众的网红。不管我们能否接受王局的三观，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客观地承认王局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们是王局的忠实观众，但是我们却并不是王志安先生的粉丝。那么站在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上，尤其是一个在内地和海外都有收看王局的老观众的角度上，我想简单的谈一谈王局这个人在我心中的印象。不扣任何的帽子，仅仅是一个读者对一个文学人物的理解与剖析。为什么用到文学人物这4个字呢？我们都知道这里是娑婆世界，人生就是一场大戏，每一个人在观众心中他都是一个角色。那么王志安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不是一个坏人，因为我见过坏人，我没见过像王志安这么愚笨的坏人。王志安是一个智力非常非常高，但情商极低极低的人。情商极低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计划有预谋的去行恶的。如果你说他也造成了很多坏的影响和坏的结果，那我只能说这正是他情商不高的体现。王先生前半生所受的所有教育都是中共所给予的那种大一统教育。虽然他的知识储备告诉他民主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他也努力地说服自己说他需要民主自由。可每当民主自由和专政独裁在意识形态发生打架的时候，他都完完全全情不自禁站在了中共集权的那个意识形态队伍里。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每次都想走向民主，奔向自由，但走着走着就又鬼打墙的回到了党的阵营和怀抱中去呢？所有把这种斯特哥尔摩综合症统称为大外宣的人，都是不愿意花时间去仔细分析王志安和他所代表的亿万大陆人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养成的。这种精神疾病很多人都已经染上了，甚至可以说是病入膏肓，等同于绝症。只不过是王志安很红，他很爱出风头，于是乎在他的表演过程之中，他的缺陷和病症就被无限的放大了。你看到之后感觉到不能理解，殊不知在中国大陆
有亿万人跟王志安那是一模一样啊，只不过他们没有舞台去表现和展览他们的病症。王志安并不是一个人，王志安之所以能够变成今天很多海外人士集体讨厌的王志安，并不是因为他叫大外宣，而是因为王志安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发生在这个体制上，要去改变体制。他们都在期盼能够来一个明君，一个好皇帝，带我们过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这就是王志安老师，即便如此的有水平有能力，但他依然坚持要站在中间的道路上。哪儿有中间的道路啊？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里面是没有纯洁可言的。这个如此简单的常识，难道志安老师作为一个新闻人，他不懂吗？他懂，他比谁都明白。那为什么他还要坚持他的理中课呢？因为这份理中课是他能够回到祖国的最后一张旧船票。如果这张旧船票都撕碎了，他的信仰就崩塌了。比起网上万千的谩骂而言，信仰的自我崩塌，那是让人最痛苦、最无法接受的。所以，当海外的很多民运人士把反共作为唯一的精神追求时，志安老师总是情不自禁地嘲笑他们，揶揄他们，甚至贬低他们。那为什么志安老师总是瞧不起和他干着同样工作的前辈们呢？因为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冲与博弈。大多数的海外异议人士，他们都认为这一切的生灵涂炭都是中共这个邪恶体制所造成的。而志安老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这个体制没有错，只要换一个明君好皇帝，我们就又可以继续改革开放了。所以他所说的那个中间地带就是反习但不反共，因为他从来就不讨厌共产党，他怎么反共啊？他是一个深受共产党文化浇灌的根正苗红的中国新闻人，他毕生的追求也是要扎根在他的土壤里面去报道中国的新鲜事儿。他是不小心踩到了红线，被党给封禁了，于是乎他一次一次的回到北京去求情，去找关系，去敲门路。他希望党能原谅他，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以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为党进行服务。而党此刻的话事人叫习近平。习近平是一个不重用人才、没有文化的草包，居然把王志安这种人物给拒之门外了。志安老师内心倍感失落，甚至他至今都没有办法理解，像我这样一个可以给党做贡献的人，党怎么可能抛弃我呢？所以他在沉浮了2年之后，最终选择走上了一个他并不想走的道路，就是在海外和他很多瞧不起的那些反贼油管博主一样，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你们能理解那种感受吗？就是曾经是一个体制内吃皇粮的人，社会地位很高很尊贵，忽然有一天被迫跑到集市上去开店了，和一些过去自己瞧不上眼的小商小贩个体户
在一个街道上谋生，这份患得患失就极有可能转化成旁人看起来不可理喻的清高。这份清高，也就是王志安先生，注定与很多人只能为仇为敌，也注定自己人生要走向孤独的必然因素。清高啊，没有错，这个有才华有能力人啊，都有点清高。但是你再清高，你说你不也虎落平阳了吗？对吧？你再清高，那伟大的 CCTV 不也不要你了吗？你只能来到海外这个装修也不怎么高档，受众群也不怎么广泛，还是别人创建的自由市场上来谋生，对吗？其实一开始啊，我感觉大多数的自媒体人对于王志安是有期待的，甚至是很友好的。这些人虽然持有着不同的国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都是中国大陆人，只不过是有人出去的早，有人出去的晚。有的人虽然已经真的相信民主自由了，有的人呢还是半信半疑的怀疑民主自由，比如志安老师。但是这个都是他们专业的表象，但他们之间若互相动了对方的蛋糕，或者是伤害了对方的面子时，他们真正的底色就绽放出来了。那底色是什么呀？底色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家大多数就是根正苗红的中国大陆人。甭管他在美国修炼了10年，或者是他在加拿大修炼了20年，还是你王志安在日本只修炼了4年，但大家都是青城山上下来的妖精。如果激怒对方的时候，那个魔性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之后，就形成了你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撕咬互害。为什么会每次打成这个样子，头破血流，甚至逾越了平时自己一直真的在坚守的道德底线呢？因为大家还是中国大陆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从小到大所留下的本事和教育。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在往外吐毒，但是吐得干净吗？有人可能吐了一半，有人可能吐了一口，但若想把这份毒素彻底的给它排干净了，一滴都不剩，那就只能重新轮回投胎了。但是不得不说，王志安老师在得罪人、给自己惹麻烦这件事情上，那是极有天赋的。一般人得罪人，充其量是得罪1、2个自己可能意见相左的派系罢了，但总还是有后盾的。而志安老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华人世界的各个派系全部得罪了个精光，使得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听见了四面楚歌。于是乎，前一段时间台湾大选前后，他就遭受了那场非常轰动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夹击。他在台湾的政论节目里面不严谨也不自重的伤害了残疾人情感，这是一个引子，但这并不是所有人爆发的理由。因为各门各派已经盯他很久了，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那这些江湖上的各门各派到底是哪几派呢？第一派，古早的海外民运人士。古早的海外民运人士，我们可以粗略的把他们称之为64一代。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64那一场社会运动和政治风波中离开祖国，流亡海外的。叔想问问你们觉得64一代人
他们能算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不能？是不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如果说他们不能，他们确实为了心中的理想，不管这个理想是否成熟，流亡一生，而且是在他们金子般的年纪便离开了祖国，从此与他们的亲人、与他们爱人、与他们的朋友可能永生不能相见。为了当初的那个选择，他们这一生牺牲了非常非常多，他们这一生都背负着6·4的烙印。不管这种人生选择是他们主动的亦或是被动的，但我认为他们至少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尊重的人。但你若说他们是民主先驱的领袖，那这个就不得不去功利地衡量一下他们这30几年来在海外创造了怎样的成就，好像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举例的。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这几十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奋力地搞钱，很少有人去关注海外的这个议题，他们就逐渐地被主流声音开始冷落。按说这也不能算是一份原罪，但站在民主和政治的这个角度上，声量的逐渐消失，仿佛就印证了一个并不成功的结果。所以很多人经常嘲讽他们，说他们百无一用是书生，说他们秀才造反3年不成30年都不成。于是乎很多人用他们的后半生来佐证他们前半生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切实际的，是不值得坚持甚至不值得重复的。那么我相信丛林法则的信徒王志安先生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内心有点瞧不起他们，从来也没有认为他们是前辈，仅仅把这一群人物化成了 KPI 都没有完成的政治职业失败者。但这也不打紧，因为这些6·4一代人啊，如今大多是年已老迈，有一些人呢，其实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芳踪了，我相信已经回归了家庭，归隐了田园。还有一部分人呢，偶尔会在一些平台上说着一些有可能不合时宜的话，听起来非常的老套，也有一点纸上谈兵，毕竟他们都几十年没有去过中国了嘛。每次开口还是要从忆当年开始。声量的微弱，年纪的增加，使得6·4一代人其中的这些遗老遗少们如今都比较的佛系，面对很多王志安说出来的一些尖锐的话语，大多数是选择了包容或者是视而不见。但是视而不见不代表你没有伤到他们的自尊心，于是乎他们也一直在等待机会把这个飞镖还给王志安。二类仇家，油管大 V， 也就是早期这些活跃在油管上的政论博主们。说到这一类仇家，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话要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我的精神老师。比如说文昭先生，我说一句自作多情的话啊，我从来不觉得文昭先生是一个海外的博主，我感觉文昭先生是我的网课教授，就是他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却买了他的网络公开课，然后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经常跟着文昭老师上课。文昭老师并不是一个圣人，若文昭先生戴上一个圆框眼镜，穿上马褂长衫，那就是我心中的30年代的文人呐。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我也特别的尊重他。由于他给我上了太多年的课，导致于说他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心中却对他有了一种师生的情谊。虽然我并不100%认可文昭的全部的观点，但是
我很多残缺的知识结构确实是文昭老师帮我补齐的，而他却没有收我1分钱的费用。我相信有非常多很早年就泡在油管上的中文观众都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去贬低文昭老师，怎么去把他说成是一个法轮功的守护者，我们对文昭老师始终就是讨厌不起来。第一，文昭老师从来没在网上自我标榜过他是法轮功。第二，他也从来没有在网上招募过任何一个法轮功的弟子。他没有逼着任何人去买什么鲜花水果，对着他3拜9叩叫师傅，对吧？他只是一直很温和的、坚持不懈的在传播着他自己的历史观和时政观点。所以我至今都不能理解文昭老师是怎么得罪了王志安呢？按说这是一个最无公害的人，这么多年了，各门各派的斗争，文昭老师从来不参与。而且这些年里面有很多人曾经对文昭老师出言不逊，比如郭文贵，文昭老师大多都选择沉默或者是不回应。那你说一个文人如果能修炼到这种素质，那还要他怎么样呢？难道王志安先生对文昭老师的这份恨就仅仅是因为他信法轮功吗？志安先生做的那几期关于法轮功的视频我都看了。首先我在这里强调，我不相信法轮功，甚至我讨厌法轮功。至于说他给法轮功扣上了一个邪教的帽子，那到底我是否也这样认为呢？我很坦白地告诉很多人，我也这样认为。你可以说是因为我对法轮功不够了解才会这样认为，你也可以判定为我曾经被中共洗过脑，但至少目前我根据自己的客观观察，我认为法轮功有点像邪教。可为什么我和志安老师都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我却对他做的这几期节目不甚满意呢？第一点，他揭露李洪志没有揭露出任何的干货。哎呦，我这满心欢喜的要听八卦，要听爆料，结果他给我揭发出了李洪志打扑克，李洪志喝可乐，李洪志和他老婆爱给学员介绍对象。请问这是什么罪状啊？他到底是干了什么反人类的事情？他违了哪个国家的法律？志安老师，你快告诉我呀！你就喝可乐打扑克如果都是罪的话，这只能证明一点，那志安先生，你是不是以为李洪志是个真神呢？那可能他的学员都觉得说他就是个普通的东北老头，你却把他当成了真神。那他不喝可乐喝什么呀？喝杨枝甘露？那不打扑克，一个老爷子在美国待着也没啥事干，他干嘛呀？他念他自己写的那本经书，那他都自己写了，他也不用再背诵了，对吗？更何况那本经书很多人也不是没看过，那不就是一个小学生作文吗？他写的时候，他可能只是给10个愚昧的东北老太太看的，他也不知道有一天他的教派能发展这么老多人，所以他自己也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解释过啊，我写的这么幼稚，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都能看懂。法轮功虽然有点可笑，法轮功传播的方式也确实很 low， 但是我想问志安老师，法轮功的人信法轮功，你觉得算不算是信仰自由？就是在你的眼中，法轮功就是一个不入流的邪教，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自己选择了相信法轮功，并且他们没有伤害别人。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信仰自由呢？法轮功有那么深不可测吗？如果你把法轮功给抬到人类公敌的这个角度上，那你是否也太高看它了？它不就是一个和世界千万个小型的宗教教会组织一样的其中一员吗？你有权利批判它，你有权利质疑它，甚至你也有权利去揭发它。但是在这里我也想真诚地问一下观众朋友们，
治安老师有没有权限去对法轮功和法轮功的学员们进行灭祖灭教呢？我们不要扯那些永远扯不清的政治理念，我们就用人类最朴素也最朴实的普世价值观去想一想，人有没有信邪教的权利？我别说信法轮功了，我就是信我们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跳大神的，我就信她，我就跟她学了，我就管她叫师傅了。请问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有没有人因为我这么做了就应该把我从地球上消失？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可以说我愚昧，你可以说我的师傅是个诈骗犯，你说什么都行，但是你有没有权利把我们肉体毁灭，让我们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你认为一个东西它是邪教，就必须得满门抄斩。那这件事情中共已经做到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宗教的迫害，那是一贯如此啊。不只是小小的邪门歪道法轮功，达赖喇嘛怎么出逃的？那些清真寺是怎么拆掉的？那些基督教会是怎么被约谈的？文革时候，所有的佛教徒挂着个大牌子，胸前写上释迦牟尼算个屁，共产党最伟大，这不是如出一辙吗？他不止残杀邪教啊，正教他也没少祸害呀。所以在治安老师揭露法轮功这一系列的节目里面，就连我一个不喜欢法轮功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治安老师他到底想干嘛？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因为在我们中国大陆啊，共产党世世代代的都给我们灌输着一种教育，叫做消灭文化。我们要消灭日本鬼子，我们要消灭国民党反动组织，我们要消灭地主，我们要消灭资本家，我们要消灭知识分子臭老九，我们要消灭所有和我们思想不一致的反动阶级。直到有一天，我们把美帝都消灭了，人类就走向了乌托邦一样的世界大同。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地植在了我们很多人的心中，至今都没有办法排毒养颜。所以这种有毒思想就产生出了很多的矛盾行为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中国大陆人啊，他认为他在行使正义，他在替天行道，他觉得我消灭共产党嘴里的这些邪教，那是为世界人民除害。他们不是人，他们是蝗虫，是苍蝇，是蚊子，拍死就对了。那全世界人民怎么还能不支持我呢？我为地球谋福利。而在自由民主的世界认为，就即便它是一个所谓的邪教，你也要保证他的人权和他的信仰自由。所以这就是王志安老师经常把别人扣一顶大帽子，法轮功法轮功，他们都是轮媒体轮媒体。志安老师觉得他手中握着一把尚方宝剑，可以斩妖除魔，而法轮功的媒体就是妖魔，最好让他永世不得超生，魂飞魄散，打的他那才好呢。但是在很多普世价值观的人心中，大家一头雾水，就觉得说他练功就练功呗，只要他不让我练功就行，对吗？你是文昭老师也好，是江峰老师也好，我只是看他的节目，我需要的是他的知识输出，而且我是有选择性的吸收。至于说他们老几位回家找一没人地儿，他练啥功跟我有关系吗？别说他就练法轮功了，他就练葵花宝典，我管得着吗？他也没拉着我一块儿练，这怎么就能成为了一个死罪呢？更何况有很多油管上的大 V 老师们，他们也不是法轮功啊。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台湾大选，
相关协会组织邀请的那个自媒体大 V 的观光团，那里面很多人都不是法轮功，可王志安老师为什么就给他们统统的要扣上一个法轮功的大帽子呢？我相信志安老师心里也非常清楚，那一团里面至少得有1/3的人跟法轮功屁毛关系都没有。那你为什么明知道人家不是法轮功，还要给人家打成法轮功呢？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那个团没请你。我特别的能够理解志安老师，因为志安老师非常的红，他在时政圈里现在是顶流。你说这2线3线的都给请去了，顶流却没请，你说他心里能是滋味吗？那公子沈不也说了吗？在这个团出发之前，志安老师也给组委会打电话了，表示要加入。那你说你还想要加入？你说人家是法轮功你也加入，你说加入以后自己不也成法轮功了吗？那结果人不带你玩，你就说人家都不好，都是邪教。你说这酸脾气，你就知道的这已经50来岁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学生打架呢。你跟我玩你就是好人，你不带我玩你啥都不是，我就背后骂你，说你坏话，朝你推脱嘛。你说这不是多幼稚的一个行为呀？而就这么幼稚的行为，我认为恰恰是这一场舆论风波的根本原因。于是乎，志安老师自费去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说实话，志安老师的节目做得不错，水准很高。在没有任何人支持他的情况下，他就一个人背着个小书包，吭哧的穿越在人海之中。有一集我差点掉眼泪了。我当时感触的不是说他的观点好不好，而是我望着志安老师敦厚的背影，孤独地走向远方。那一刻我特别的害怕，我害怕志安老师就这样走着走着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我看着他奔波的脚步，一刻钟都不愿意停下来，但是我也知道，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要去何方，他只能一直这样昂首阔步地走啊走。不管他是个老顽固还是个自由派，不管他是个大外宣还是一个真反共，但我们把他的人生当成一部电影作品来看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这样步履不停地向前冲，是那个对人性尚有慈悲的灵魂逼着我们想喊一句：志安老师，你要去哪儿啊？第3波仇人，台湾民进党。关于这一伙新仇人是怎么建立的，作为一个观众啊，我是每一分每一秒亲自目睹了这一切。这真的是一场大乌龙，完全不必把这个结果走到这么惨烈的地步。因为他原本是可以变成朋友的，但就因为心里的那口气儿，就因为图一时的嘴快，说几句解气的话，就活生生的把自己逼到了今天的这个境地。王志安老师在台湾参加那个贺龙夜夜秀，坦白讲，这个节目我看了，我对这个节目的评价就是毫无水准，毫无营养。但是志安老师为什么要去这档节目呢？因为其他的那个代表团的大 V 们去参加了好几档节目，那你说志安老师身为一个顶流，这输人不输阵，怎么也得参加一档啊。于是乎就去了这个贺龙夜夜秀。到了这个夜夜秀，他出场那一刻，我就感觉志安老师你有点不对劲，因为志安老师展现这个气场啊，就是过于精神抖擞，你知道吧？就是整个的主题还没有展开呢，
仿佛治安老师啊，就背后这个发条已经拧紧了，拉满了，一上来语调就拔得老高。我就在想，治安老师，好像你这个态度比平时更尖锐了一些，这是为什么呢？你原本是一个很喜欢台湾，甚至也认可部分台湾政治生态的一个人，你很想亲近台湾，不然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跑到这儿来。那为什么一张口这个态度好像有点傲慢呢？其实懂一点人情世故的人不难发现，他这个姿态呀，不是给主持人看的，也不是给观众看的，是给那个代表团里的其他大 V 看的。因为他很想与众不同，你们又不带我玩，咱们之间也结了仇了，我就更不能跟你们统一口径，你们说东我就说西，你们去南我就去北，你们上节目一顿对台湾的民主猛夸，我就不，我就告诉你，我就看出来很多不顺眼的地方，老子今天就要给你摆一摆。于是乎，在这个无意之间，他就不小心侮辱了残障人士。他对残障人士的模仿和讪笑，我相信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侮辱残障人士，而是他想拿这个梗来贬低民进党。那为什么治安老师要用这个残障立委的例子来贬低民进党呢？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认知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中国大陆啊，很多人都是道具，都是摆设，基本上政府是不会给残障人士任何政治实权的。而在大陆素来就有综艺节目和党政节目把残疾人推到舞台上去讲话的这个环节，倪萍这么干过，赵忠祥这么干过，朱军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所以在十分大陆的治安老师眼中，他就认为这一定是作秀。他不能理解在民主社会人人平等。一个人身体上有障碍，不代表他精神上有障碍。只要他有才华、有思想、有学识，他一样可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他享受着和每一个健康人同样的权益和待遇。他到民进党竞选的舞台上去讲话，那是他的本职，那是他的权益，甚至那是他的工作。你不能因为一个健康的人在上面讲话，就说他是民主竞选，而一个残障人士上去讲话，你就直接给人家打成作秀表演。这个底层逻辑恰恰就证明了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残疾人。尽管你的主观意识并不想瞧不起残疾人，但是你狭隘有限的教育和经历告诉你，我从小到大看的所有残疾人都是政治的道具。你不敢相信这是民主社会，这个残障人士可能并不是道具。你之所以偏激的误解人家，仅仅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民主。所以治安老师说出了这一番言论之后，虽然是为了抨击民进党，却引起了台湾岛内各行各业的高度不满，使得民进党那个残障立委本人出来指责治安老师。国民党赵少康跟他割席，民众党柯文哲出来也对他进行了批判和指责，他就里外不是人。于是乎这个时候台湾政府就对王志安先生做了一个处罚，就是限制王志安先生5年之内不得进入台湾。理由是他持有的是观光签证，而在观光的过程之中规定大陆公民是不能够参加商业行为和发表政治意见的。那他不是参加了一档综艺秀吗？于是乎就给他顶格满判了，这让很多人一片哗然，惊呼天哪，原来民主社会也会这样子的选择性执法，这还是民主吗？
这是见人下菜碟儿，甚至这就是对大陆人的歧视，对王志安先生的一种迫害。如果说法律就是规定如此，那王志安几个月之前也去过台湾呢，当时他也上节目了，上过陈宁官的节目，当时你们怎么不处罚他呀？那也有一些人这时候就站出来为民进党辩解，说上次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公愤，这次是民意如此，就必须这样顶格满判的把他轰出去。那这样一个重磅的新闻，是否就让王志安常年批判的其他的那些各门各派的人物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你天天骂人家，天天披露人家，揭发人家，人家吵架又吵不过你，这会子终于机会来了，你说人家能放过你吗？于是乎大家就看见了那个奇观景象，江湖上的各门各派都把高手派出来了，疯狂的撕咬王志安，王志安就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乎志安老师就又把尚方宝剑举起来了，大杀四方，一顿乱砍。但是你知道，您就是武功再高强，你四面还敌的时候，你这打法也就乱了阵脚，就说了很多我是认为真不应该说的糊涂话，其中就包括了他在推特上发的那一段，我马上就要拿日本国籍了，我还能拿美国国籍，我到时候看台湾民进党还敢不敢让我一个美国人不进岛。这句话你知道这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吗？日本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治国家，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一个人的国籍是法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你没有拿到日本国籍的前1秒钟，你都没有资格跑到外面去宣布你即将加入日本国籍。更何况志安老师按照日本的法律法规，他的资质也不够啊。首先他待的年限不够，第二是加入日本国籍是需要非常严格的日语考试的，他又不会说日语，你就是再吹牛，你也只能说我希望有一天加入日本国籍，而你宣布的是你就要加入日本国籍，你为什么这么说呀？难道是日本某一位政要私底下答应你了？你这太引人怀疑了。说实话，所有人包括你的仇家都知道您这句话就是吹吹牛逼败败火，但是你给人家小人就落下了把柄和口实，人家把你这一番言论举报到日本的有关部门去，你知道这是诚信上的巨大危机，而日本又是一个那么教条的国家，这对你未来拿身份会有多么严重的阻碍呀！而这个时候依然意识不到这个事情严重性的志安老师，还在网上一条又一条的手撕民进党。我那一刻就觉得说，志安老师你是不是疯了？首先你跟民进党的关系本来不必搞成这个样子啊，他这次不邀请你，他保不齐以后会邀请你，对吗？你作为一个经营自媒体的创始人，首先你也是个商人，你去哪里采访做交流，这本身也是一种生意上的环节，这次做不成的买卖咱就不能下次做吗？就必须得是一锤子买卖，做不成就得翻脸，就得互撕，就得抹黑。咱们抛开民主和专制不谈，就这种经营理念，您就做什么买卖他也做不久啊。回了日本之后，在网上给民进党起了一堆的绰号，绿共、塔绿班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污名化和起外号确实非常爽快，可以瞬间让你的粉丝在评论里汪洋汪海的帮你骂他们，给你解气，替你出头。可是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粉丝一关手机睡觉了，所有的麻烦都要您自己来承受。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台湾的民主确实很幼稚，因为它毕竟只发展了20-30年，在民主阵营里它还是个小学生而已。民进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党，世界也没有完美的政党，它只是相对对岸的中共，它是站在了民主阵营，但它没有站在圣人的阵营。他们不是圣人，
所以中国的很多人经常陷入一种逻辑的误区，就是中共对我绝对的打压，绝对的封杀，那你民主阵营就得让我绝对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果你敢管我，如果你敢限制我，我就质疑你也不民主啊，你也不自由啊。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吗？什么民进党不代表台湾人民？谁说过民进党能代表台湾人民啊？党能代表人民的，全世界可能就只有朝鲜和中国。民进党它就是一个执政党，它得民心，它就在这儿待着；它不得民心，4年以后它就下野滚蛋了，人民会把它投下去的。谁能代表谁？这个逻辑概念在民主社会它就不存在。我们总拿着中共的逻辑去衡量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它一定会特别的拧巴，特别矛盾的。民进党它有再多的漏洞，那是它整个治理体系的内政问题。但是是否因为民进党没有做到100分，它就跟内地做到了0分的中共不分轩轾，不分彼此了呢？我觉得不能这样的不客观，对吗？如果这样子乱扣帽子，乱混淆概念，其实本身就是对民主自由的极度不尊重。如果秉持着这个理念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我只能说最佳土壤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们每一个人冷静下来，就问一问自己，你如果在中国敢直接骂共产党是作秀，你觉得你是被驱逐出境这件事儿吗？你走得出海关半步吗？你还能有护照？早给你撕零碎了，你这辈子都见不着那个本本。第4类仇家，在日华人，这个真的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就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华人不是特别多，它全国加起来的华人只有100万人，而日本有1.3亿人口。那你想想，100万人在1.3亿人里面比起来，它是多么小的一个占比呀！所以日本的华人圈子非常的小，而在日华人这个概念，你还得垂类的细分。我平时接触的在日华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客户，他们都是女性，有人在日本做生意，有人是一些企业家的太太，也有一些人是中国富商的家眷，他们住在日本，所以偶尔我会跟他们见面，他们也在我这买了很多的高级珠宝。我觉得他们的素质很高，而且也轻易的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可能在大众心中理解的那个在日华人，就是这次跟治安老师撕逼的这波在日华人。这波在日华人呢，属于在网上比较爱说话，比较爱发表意见的在日华人。他们主要聚集在推特上面，上推特也好，上油管也罢，他是很多有思想或者是有才华的人，一个精神寄托，是一个表达的窗口。这个窗口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抒发，是心灵和思想的抒发。但是他到底能给自己换来什么吗？我认为换不来什么。也许有人会说了，能换来流量啊，流量就是钱呀。这话说的也没错，可是能换来多少流量呢？你看看王志安老师，他已经是这2年海外圈里的顶流了，那他1年靠流量能挣多少钱呢？我看有人给他算了，大概是100万美金。那100万美金，你刨了所有的开销，刨了所有团队的运营，你还要纳税，你还要生活，你还要不断的投资进行各种影片的拍摄，
还要去很遥远的地方自费去做纪录片，你觉得够吗？更何况很多人远远都达不到这个100万美金的年收入。所以我的观点是，本来也没有几吊钱的破玩意儿，咱玩玩就得了，跟他死磕个什么大劲儿啊，把命都搭进去，值得吗？如果为了那点流量所换来的那点杯水车薪而把自己折磨得这么的痛苦，这么的纠结，那咱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就直接把它给撇了，不玩了，不更新了，不行吗？你撇了它都不需要垃圾袋，就直接把手机关了就行了，多简单点事儿啊！而很多人就是做不到把手机放下，就一定要在上面一条一条的撕，一条一条的咬，那咬着就急了，急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可能自己平时根本不会想的一些坏事情，比如说撕咬之间就把人家治安老师的隐私给曝光了，也把人家员工的隐私给曝光了，搞得治安老师生活陷入了一团乱麻。所以在这里我真心的希望很多在日的老师们好好的拥抱生活，不管他是王志安也好，李志安也好，咱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抒发，可以表达，但是用一些极其阴暗的手法去迫害他，就算赢了咱也胜之不武啊，毕竟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最后，作为一个王志安先生的观众，我想给他留一段言。 Music， 志安先生，我知道你非常的想念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我相信这并不是一句伪光正的话，而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你对中国甚至是中国共产党有着深深的崇拜和认可，可能这一生都挥之不去，这是你没有能力洗脱的一种情感。不止你有，很多人都有，这很正常。你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并不愿意去否定中共，我猜想你心里不止一次的幻想过习近平死了，亦或者是党内出现了一个开明派，把他给取而代之了，然后中国就又回到了改开的正确道路上。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王师，被他们请回去委以重任，像杨振宁老先生一样，享受这个国家最高规格的礼遇。这种美梦确实很香甜，但在这一生，这注定只是一个梦。您看过推背图吗？通过对您多年的观察，我相信您是一个完全不信这些的人。所有的玄学在你心中可能都是封建迷信，那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但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你，我希望你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这本古典预言，不管它预测的准不准，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人在历史中都不过是尘埃，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人有人命，国有国运。未来我还会是您的忠实观众，但我也会是文昭老师的忠实观众。因为对于观众而言，他需要的仅仅就是娱乐而已。